最爱把脸靠在你左胸口，每个心跳都是生命的演奏。在你外套里，我不再颤抖，世界随我承受，你却能让我无缘由。就算我们会向真爱飘走，我也尊重严格运作的宇宙。他要我珍惜这一次拥有，你是一切理由，有泪也要勇敢享受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就梦寐以求？你都在我左右，紧握着双手，哪怕身躯会皱，心已被爱渗透，这瞬间已是永久。好，走了。哎，正官发下，红事避开啊！哎呀，大吉大利！什么事？别看！德叔，棺材抬进去。好。转。难道怎么会这样子了？怎么我请个地方变成灵堂？那今晚客人是来喝喜酒还是在探伤？哎呀，踹，不要乱说话。子豪，你不是已经申请来这里办喜事了吗？我申请了，可能是帮我们搭建场地的人还没到，被他们抢先一步了。爹啊，那今天我们还请不请客？我哪里知道 ，brother， 现在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们照计划进行。妈，你先送他们去楼上。可是误了时辰，引路机又跑了，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啊？时辰的事就找老爸帮忙。你们去楼上拜祭祖先，然后回房休息，之后再出来敬茶。Phil， 你跟在 Irene。请客的事，你真的有办法？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走吧。好，快走吧。对不起，你们不能在这里摆设灵堂。有人来踢馆喽，阿蔡。这个地方我已经订了今晚摆喜酒的，现在你们占用了，请问这件事情怎么解决？谁叫你选同一天跟死人办大事啊？应该是红事避开嘛。你们用这个地方之前应该先查清楚，我现在怎么请客啊？德叔，你到那边看看吧。我总有一天等到你。小弟，你过去帮德叔。姐姐，是他是来报仇的。你别乱说，快去。去呀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所以我先搭了灵堂，才去申请转正。我看到楼下空着，所以我就叫人来搭了。我不知道场地已经被你定了。我明白，那你能不能搬到别的地方去呢？不行，搬动往生者是不敬的。可是我的请帖已经发了，你能不能搬到其他的主屋楼下？搬什么搬啊？谁敢碰我老爸，我就对谁不客气。二哥，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怎么样？事情办到，需要我帮忙吗？等你来啊，天都亮了。我们兄弟在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这里谁办后事的？是我姓蔡。怎么找个女人来办老爸的后事啊？你行不行的？我提供的是专业的服务。好，你给我听好，我要你找5个塞工，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最后一天晚上都要做法事。我要这里的邻居都知道我在办我老爸的后事。不用每晚都做法事吧？那会花很多钱呢。老爸留下多少钱，那就拿出来花咯。爸哪还有剩下钱啊？他病了那么久，钱都花光在看医生了。不是吧？老爸跟你们住这么久，什么都没留给你们呐？
我们还拖欠疗养院一笔医药费啊，不信你可以去问啊。这一切不重要，以后再说。我要老爸走得热热闹闹的，我不要弟兄们笑话。老爸在世时又不见得你这么孝顺。那你就是说你很孝顺咯？老爸病的时候又不见得你来照顾他，你这个女人呐、从来都没有叫过老爸一声啊！我看老爸都不知道是不是活活的给你气死的。喂，我可是你大嫂啊，你讲话可要有分寸啊。算了算了，去那边折纸钱吧。哼，去吧。请问家属是不是都到齐了？可以进行入殓仪式了吗？人都来齐了。诶，Albert 呢？我叫他上学去啦。哦，上学很重要，以后等你死了，儿子都没有时间送你的钟啊。喂，你嘴巴很臭了你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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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走。我看你还是去找有关当局，另外找个地方摆喜酒吧。不好意思。你赶快帮我查清楚啊，动作要快一点啊，要不然啊，大战就快要爆发了。快快快！这个卢易也真是的，讲好了饮食拜天地的嘛，现在搞到太阳都出来了。唉，我们千交代万交代，怎么会误了时辰？Uncle， 这在路上出了状况才会误了时辰的。真的啊？7点到9点也是吉时啊！好好好，你们放心吧，我老公呢查过了通胜，现在也是好时辰啊，而且呢比寅时还要吉利呢。好时辰，要是你们早点回来，就不会撞到楼下办丧事了。哎呀，不管好不好，刚才都拜过了祖先了。哎呀，卢易呀，是自己人哈，我们才找你来帮忙的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。算了，卢易子豪也是义务帮我们的。表姐夫啊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啊，误了时辰，的确是我们的错。哎，尹如基呢？阿妈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就是为了那2只鸡才会耽误时辰的。啊，你不要告诉我连引路记都没有吧？谁说没有？有。就是这一对。假的，怎么能放在床底呢？老信嘛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很多事情呢，取他的好意头就行了。是啊，这对鸡那么可爱，至少不会老土。对了，如果把真的鸡放在我房间里，万一它大便怎么办？很臭的嘞。阿 Ben 很本事，Irene 也已经有啦，传宗接代没问题。再说啊，这对引路鸡呢，可以一直摆在房间里当摆设，那才是真正的长长久久、代代相传呢。好了，算你会说话。哎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今晚楼下办丧事，我们去哪里请客啊？我已经跟有关部门谈过了，我们会在隔壁做摆酒席。可是客人会照着请柬上的地址来到这一座，到时看到楼下办白事，那岂不是不吉利吗？可以联络上的我都会通知他们，通知不到的我会摆人在路口指引他们，你放心吧。也只有这样了。这都是你们误了时辰闯的祸。阿妈。哇！哎，巴特，怎么样？哎，觉得怎么样？哇，你的点子很好啊，临时来找到这个地方，不错嘛。我本来还以为去楼下请客是件很老土的事，没想着感觉还蛮不错的哦。当然啦，我表哥办事能力一流哎，下次人家结婚的话，记得找他帮忙哦。不用给我戴高帽了，等婚礼之后再给我打分吧。Ben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找来帮忙，今晚找你来喝喜酒啊。知道了，今晚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。哎呀，今天真的很不顺利啊，出了这么多差错。辛苦得来的东西才会更加珍惜嘛。幸好我先见之明，请了你来帮忙，帮我解决这么多问题啊。我都说了，我会帮你安排一个难忘的婚礼，对不对？哎，去陪你新娘子吧，这里交给我行了。好吧，谢谢你啊，See you，brother。哎。看来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风水老师说过，命好不如运好。如果运不好，可以用风水来补救。所以地方好不好没关系，可以用物质来挽回的。你果然学以致用。我现在也知道你所说的旅游业 one way ticket 是什么意思了。
没错，我的工作是送往生者最后一程。既然是最后一程，当然就要单程机票。知道我的行业是不是有点意外？是有点意外，一个女孩子怎么和这个行业有挂钩呢？怎么，你有性别歧视啊？当然不是啦，只是通常女孩子比较胆小，可是你却天天看到死人。死人并不可怕，至少他们不会在你面前说一套做一套，也不会在你背后搞小动作。你说对不对？也对，只是这一行不能打扮得漂漂亮亮去上班。能够帮往生者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让他们带着尊严走完人生最后一程，是我最大的满足感。你忙你的，不打扰你了。拜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是的，12场，麻烦你帮我赶一赶，谢谢你啊。给，这就是姓赵的商家。哇，他要5个道士念经做法事，还要烧这么大的植物啊，这么多东西啊！原本简简单单的仪式，现在越搞越大，要求的也越来越多。儿子一个个回来，不就要求多了吗？人多不是好办事吗？你没听说过3个和尚没水喝啊？因为有的推吗？你推给我，推给你，大家不去拿水，结果都渴死了。这会有问题吗？那个老大看起来挺有钱的，可是他老婆太厉害了，要他拿钱出来难了。那个光头啊，只会说而已，那就相信那个，是最穷那个了。就算是这样，他们的要求我们能不照做吗？做啊，爸，你不是常说帮助人是应该的吗？小弟说的没错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往生者带着尊严安心上路。最怕吵吵闹闹，怎么走到安心啊？你说的对，风光大葬固然好啊，生前孝顺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说呢，一个人趁着还没死的时候啊，吃得够玩得够最好。但人最吃亏什么？人死之后啊，钱还没有花完。德叔，那世上最惨的事呢？是什么？就是钱花光了，却还没有死。那是花钱好，还是不花钱好呢？你去换衣服，我们早点回家吃饭。哦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下去买烧肉，今晚加菜。我去吧。不必了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大姐啊，你今晚为什么要加菜啊？您忘了，今天你二姐从宿舍搬回来。哦，二姐要回来了。哦，二姐喜欢吃这里的烧肉啦。是你最厉害。二姐今天要回来，难怪爸爸今天这么开心啊。难道你不开心吗？哇，很香啊！老毛病又发了。车子送去维修，后天才能拿回，只好暂时开这辆了。我再试试看吧。行了行了。你们先下车吧。爸爸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把车停在路口那边啊。停在这里就可以了。不好吧？邻居进进出出，他们不喜欢看到寿板店的车停在这里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家。算了，很多人看到这种车都会不舒服的。下去。Corinne， 回家的感觉很好吧？有什么好？以后每天都要听老爸唠叨了。
那辆车好像坏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安哥，车坏了。哦，开不动了，失火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好，麻烦你了。你踩油门，我帮你推一下。好好好。安哥，准备好，我推喽。啊，好好。谢谢了啊，不要。我帮你把行李拿进去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还是让我帮你吧，顺便可以去你家坐坐。真的不用了，你今晚不是有事吗？你先走吧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听话，快上车。好吧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Hello。哎，艾姐，你回来了，哎，我帮你拿。好，师慧。耶。哎，不卫生呐！人家看到菜肉就忍不住了嘛。艾姐，这是爸爸特地买给你吃的。哎，你们怎么开店里的车回来？我们的车子呢？送去维修啦。我看以后就不要开那辆车回来了。为什么？里面没有放死人吗？还用问？邻居看到载死人的车会有忌讳的。我看是你自己不喜欢吧？哈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想看到死人，你从来不去寿板店的。没错，不要说死人，看到载死人的车，我也觉得不舒服。爸，可以吃饭了。好啊。爸，你以后就不要开那辆车回来了嘛。知道了，以后我少开回来就是。我洗个手就可以吃饭了。阿慧啊，这是你最喜欢的。这块很肥，给你。阿慧，刚才送你回来那个男孩子是谁啊？我的同学。哎，不错，老老实实的，还会帮助别人呢。爸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他跟你一样，是大学最后一年，今年就毕业啊。时间过得真快，那一年把他送到宿舍去，一转眼就毕业回来了。对了，你的房间已经帮你收拾好了，还有啊，爸还帮你买了新床单。是吗？爸，你喜欢吃的。哦，好。爸，你可以给我200块吗？毕业舞会我要买新衣服。好啊。哇，那么贵啊，买衣服？你懂什么？晚装很贵的。如果200块不够，再跟我拿。好，谢谢爸。阿慧啊，你的毕业典礼在哪一天啊？到时候我们全家都去。我也要去。还没有确定日期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怎么吃那么少啊？我要减肥，穿晚装才好看。哇，那你那么瘦还要减肥啊？爸爸，我们要减肥吗？我们家里啊，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了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哇，还没收拾好啊！姐，快来帮我！唉，回家的感觉真好，有人帮我做事。哎，别躺了，衣服都皱了，你看。哎呀，好累哦！你知道吗？爸真的很高兴，因为家里终于有一个人戴上方帽子了。又怎样？毕业就是事业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先休息，然后再找工作。你是读 business admin 的，可以申请到银行工作，或者是政府部门上班。姐，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帮你找工作啊？不是啦，我是在想我的毕业典礼，可不可以不要让他们出席？
爸爸和小弟。为什么？你们的行业那么忙，爸随时都会接到电话，马上赶去办事。你是怕你的同学知道我们家是开寿板店做殡葬业的？你不要忘了，爸爸是靠这个行业把你养大，供你读书的。我当然知道，我是怕那天同学们会害怕。那天大家开开心心的，就不要让人家说我带衰他们。怎么会呢？现代人的想法已经改变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爸爸为什么怕邻居不开心，把店里的车开到远远去？我的毕业典礼，由你代表他们去就行啦。可是爸等这一天等很久了，你要我怎么开口？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帮我一下啦，大姐。爸，过来过来，帮我看看合不合身。这件大衣啊，是我结婚的时候特别定做的。好像小了一点呢。是小很多，这件大衣都20多年了吧？对哦，哎呀，年纪大了发福了，不认老都不行。爸，有件事。你也一样啊，去买一套新衣服，顺便也帮阿才买一套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参加阿慧的毕业典礼了。还有啊，我也找了照相馆的人啊，到时候叫他们帮我们拍张全家福，你说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诗慧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吗？那一天不管工作有多忙，都要交给阿德去做，知道吗？嗯，好。阿雅，当年要不是爸爸因为那场病，你就不用放下学业来帮我，说不定我们家里会多一个大学生了。爸，我读不读大学真的没关系的。其实当时我只是要你帮我处理行政的工作，你偏不肯，宁愿混在男人堆里。从最基本做起啊，阿德他们那班老员工从排挤你到信任你，你也吃了不少苦头吧？寿板店是你的心血，最重要的是我能帮得到你。做我们这一行啊，一忙起来没日没夜的。当年要不是我因为太忙，没时间把阿才送进医院，他也不会烧坏头脑，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。原本高高兴兴的，怎么突然那么多感慨？对哦，我们家里很久没有这样的喜事了，一定要高兴才行。对对。又是姓赵的商家打来的。这个时候还打来啊？不是又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吧？喂，赵先生。是的。怎么现在才来啊？老弟啊，我们是驾萝莉来的，不是驾飞机啊！少说废话啦！哎，给我在灵堂后面围个小隔间。你要求的灵堂已经搭好了，还要围一个隔间干什么？你不要问那么多啦，叫你围就围啦，还不快去？哎，放心，你有需求我们做给你啊！哎，开工了。这里有些账单，顺便请你结一下。钱呢？去找我老大。哎，喂。蔡小姐，你来的正好。从明天开始呢，午餐、晚餐叫人开伙食。大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煮就行了。是啊，不然像今晚一样打包也可以，能省就省。省什么省？这种钱是不能省的。商家有很多事要做，尤其是在办法事的时候，你们有时间煮吗？啊？是啊，我们又不是付不起。我已经通知很多商界的朋友了，接下来几晚他们都会来吊丧，你们应付得来吗？啊？可别给我惹笑话。就是嘛。就是说，除了家属的伙食，还要准备给晚上来吊丧的人吃。没错，但是呢，我不要什么咖喱鸡啊、花生粥之类的。我老公的朋友啊，可是有头有脸的。这样吧，你叫负责煮的人明天早上来找我，我要点菜。没问题。这里有些账单。哦，这种小钱你找老三吧。
老公，趁法事还没开始，带我去喝好一点的咖啡。好吧，走吧。不好意思，到时候才一起算可以吗？好吧。对了，你们要围一个隔间干什么呢？我也不清楚啊。本来只是要一个普通的仪式，没想到会搞到这么大，费用一定很贵吧？蔡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康妹有特别的要求，我们也是很难做的。我明白，你们别担心，最重要是要让老人家走得安心，你们也算尽了孝心了。德叔啊，还要围歌间来干嘛？哎，问我就对了，我摸过的棺材比你做的椅子还多啊，当然是用来睡觉啦。家属不是睡在灵堂里面的吗？哇，说你会有事倒很聪明啊，人家睡什么地方关你什么事啊？德叔，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用途？我当然不知道了，我又不是人家肚子蛔虫。哎，走了。是这座没错啊。可是我们是来喝喜酒，不是来吃咸鱼粥的。请问你们是来喝结婚喜酒的吗？是啊，不是在这座吗？对不起，他们已经换到那边举行了。怎么换来换去都没有跟我们讲？是啊，都快迟到了。不如我带你们过去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就是这里了。恭喜恭喜啊！哇，恭喜恭喜！去吧，这个够大了，难得也许了，很好啊，今天人很多。应该差不多全都到齐了。好，你叫新人准备，等我的通知。灯光都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检查过了。好。我还以为这祝福主屋楼下可以随随便便，没想到可以办得这么成功。是啊，原来在主屋楼下办婚礼，哇，恭喜恭喜！Irene 也真是的，怎么选在楼下请客呢？Banner 表哥定做得很好呢，临时换地点，他是在短短时间内调配人手布置场地，一点都不手忙脚乱的哦。哎。子豪，哎呀，我们这边就快要阳神了，那边还在咚咚锵啊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我们这边就快要阳神了，那边还在咚咚锵啊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啊！请帮个忙，将声量放小一点，我们在办喜事。我恐怕帮不到你，他们在办法事，不可能不敲锣打鼓、不念经的。第一天就办法事，根本就是在跟我们过不去。这是商家特别的要求，我们也只是照做。我的新人就要快出来了，我只是要求放小声一点点，好不好？真的不好意思，帮不到你们，我先回去了。我会想办法的，你叫他们准备下来。好。嗨，大家好。在这个美丽的夜晚呢，欢迎大家来到 Ben 和 Irene 的婚礼。让我们现在全部站起来，以掌声欢迎我们的新人 Irene 和 Ben。我还是躲得远一点。他开不了是对的，这证明了他是第一次结婚嘛，对不对？
请男女双方的家长、亲戚还有朋友上来敬酒。现在呢，大家有杯子的全部举起来，我们会扬声3次，1、2、3，扬声。嘿，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这个呢是给你们一个心理准备。我们下一个呢来一个比较长的，好不好？1、2、3，扬声。Right OK， 这个也是不够长，所以呢，最后一个呢，我要大家放180%的力量，180%的精神，我们来一个又长又有力的，好不好？来，1、2、3，呀！传统婚俗的背后，包含了对新人的祝福。希望这份祝福，让2个人的婚姻走得更远，甚至天长地久。恭喜你！恭喜我什么？成功的解决你给我的所有难题吗？你应该知道，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做。开玩笑的，不要介意。婚礼真的办得很有气氛。谢谢。你的丧礼也挺热闹的。没想到，我们的行业都是为人服务，只是服务的对象不一样。婚丧是人生2件大事，大家都希望办得体面圆满，我们只是提供专业的协助。也是。你这一行应该挺好赚的吧？你这一行也不差。哎，一个人可以不结婚，可是那个人不能不死啊。一个人可以离了婚再结婚，可是他只死一次。看来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意来源。不过你这个行业还是避免见到我这个行业，最好是不要碰在一起。我终于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那天在风水讲座，你公然求姻缘，是因为你的行业对不对？你当心你的行业人见人怕，错失姻缘。姻缘也好，什么都好，你去上风水课还不是为了帮助自己的专业？没错，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利用我的专业做你的生意。我的生意你未必等得到，至于你的，我肯定等得到。开玩笑，不要介意。今天的法事就做到这里为止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谢谢你们。一年做5个晚上，你们还有孝心哦。哇，来了不少人哦。这是白金300块。行了，法事刚做完，我现在有空了。叫我们先去拜拜了。去。看紧一点了。是。小弟，德叔呢？他上厕所，我们要走了。好，跟我来。他们是不是爸的邻居啊？我也不认识，会不会是2哥的朋友啊？我也没见过。喂，刚才你们有没有看到老2把白金放在口袋里？这样子都是不对的哦。哎，他们在里面会不会是？哼，好像不是哦。哎呦，老2真的在这里开赌档。你知道赌博的事吗？万一警方来扫荡的话，你们商家是会被牵连的。我真的不知道2哥让这些人来赌钱啊！
建议我们是住在这做的，如果被抓的话，我们不需要负责。喂，这个老二也真是的哦，这种钱也要赚啊。那他要赌钱，叫他去远一点赌，让我朋友知道了，人家会怎么想？你去叫他们不要赌了啦。 300块就这样子输掉，倒贴整100块。哎，有没有煮宵夜啊？肚子饿死啊！你怎么让那批人来赌钱呢？哎，你不要面子，我可要面子啊！传了出去给人家当笑话，他们要笑就给他笑死哦。商家打打麻将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打麻将，你骗鬼啊！他们是在赌钱啊，那又怎么样？死老头死了也不保佑我，害我输得光光的。这是犯法的，万一警方突击，你们是要负责的。你不要大嘴巴啦，我们是在办丧事，警察是不会管商家的事的啦。别说我没提醒你们。二哥，不如你叫我们去别的地方赌啦。我都收人家的钱了，难道我叫人家走啊？把钱还给他们啦！我输光了，八婆你替我给呀！关我什么事啊？这是你输的钱啊！不用担心啦，不会有事的啦。我的兄弟在外面把风。阿姨，那有没有钱啊？那今天收的白金呢？拿些来翻本。那些钱不能动啊，还有很多费用还没有还呢。哎，你可不要太过分了，连白金要拿去赌。对呀，你万一输光了怎么办啊？妈的，难怪我一直输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死八婆一直在我背后揍我，是不是我揍你？哎，你可不要乱来啊，她可是你大嫂啊！你们不要在这边吵好不好？走，才，快点，哎，快点！哎，阿才，德叔呢带你见世面，男人啊什么都要懂一点才行啊。大姐找不到，我们会担心的。不会的，跟商家谈事情没这么快走的。那我们几时走啊？来，坐这边看漫画。看完之后告诉我情人节，我们要走人。啊？哦，有你陪着我，霸王发现了也不会只挂我一个人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对，单位。好，哎。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中梦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？小弟，德叔。新的，哎呀，不要拿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喂，今天是新人大好日子，你这样害怕？可以了，来加油，不要闪到腰啊！没腰力用屁股力了，来啦！阿妹来，加油！来，吸嘴，可以，快，来，嘴，来多一个，大家吃啊！德叔，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不是带你见识吗？Sir， 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真的商家的人啊！我在帮我老爸办丧事啊！我真的没有赌钱，你不信你问他们。哎，你们哑巴了，还不快帮我说话？蹲下。喂，你在哪里？还有2个。好，我过来。蔡小姐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你们别担心。
看完了。看了，走了。走。你为什么又坐下来？继续看，快，继续看。你好，我叫李子豪，我是这里的负责人，我可以帮你吗？我们这附近扫荡非法赌档，现在怀疑有2个赌徒混进这个宾客当中，希望你们能够协助警方调查。我们会尽力配合的。不过今天是我们新人的好日子，希望你们不要惊动我们的宾客，以免影响他们的情绪。你放心，我们都这么做的。好，谢谢你。什么事？为什么是刚刚那些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位置。去别地方坐啦。可是我们吃到一半。德树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去别地方坐都一样的啦。请你们到别地方坐。对，他们的位了吗？对呀，他们的位啊。不好意思。这2位是你请来的宾客吗？德树，我看完了，你的扑克牌。哎呀，坐下来你。不会是你的客人吧？带走！你干嘛？警察叔叔，走了。他为什么要抓我？德叔，干嘛？大姐，他为什么要抓我？小弟你别怕。警察先生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。我是在那个小隔间听到一点吵闹声，我还以为有人在吵架呢。Sir，我们在帮附近办丧事，可不可以通融一下？是啊，之前我们真的毫不知情的。你们允许他们在灵堂开赌档，已经是触犯了法律，我们必须依法行事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们是住公寓的，不住这里。我跟我太太是来处理我父亲的身后事。是啊，赌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喏，他们才是住在这里的。大哥大嫂，现在出了事情，你们就推得一干二净。请你跟我回警局协助调查。老公，警察先生，我们是烧饭店的人，只是来帮商家办事的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里面，可是我弟弟真的不会赌博的。他不会赌博，扑克牌怎么会带在身上呢？现在证据确凿，我们需要把他带回警局协助调查。姐姐，我真的没有赌博。我知道，你别怕，姐姐会保释你们出来的。我要罩住他了，你放心好了。你好好看着他。知道啦。走了。走，姐姐。小弟你别怕。当时你只要开口说句话，我弟弟就不会被警察带走了。我说了也没用啊，他们从他身上收到扑克牌啊。你根本就无心帮忙，要不然情况也不会变成这样。蔡小姐，你不要忘记，是你弟弟他们先闯入我们的晚宴的。如果要算账的话，也应该我跟你先算。首先，你差点害我的新人红白相冲；第二，你占了我的场地，害得我得去另外找地方，这些我都可以解决。你们在那边拍赌，竟然还来破坏我的晚宴。幸好一切事情都得到化解。如果我的晚宴搞砸的话，我怎么向人家交代？我知道他是你弟弟，我也明白你关心他，可是维护你弟弟也要有限度的。之前无牌驾驶，现在赌博被警察抓，难道你就要这样是非不分的一直包庇他吗？我没有包庇我弟弟，他是不可能去赌博的。是吗？那为什么他身上有扑克牌？我不知道，总之他是不可能去赌博的，因为他的头脑……他头脑怎么了？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明白。喂。告诉你，瞒着你，只不过是个决定。放弃你，
忘记你，只怕我无法前进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莫名紧张你，我越了解你，越靠近你，越犹豫。明知道我爱你，却不敢告诉你，我害怕失